这礼拜天就是母亲节，今天要来介绍一个很适合带着母亲一起来散步逛街的好地方——藤山步道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陪伴在身边的人慢慢的、悄悄的离开我们，才意识到拥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事。虽然今天的影片只有我一个人，听起来没什么说服力，不过我还是希望借由今天的影片来鼓励大家，如果心中有想要去的地方，有想要见面的人，就赶紧出发吧。为什么说藤山步道很适合带母亲来走走呢？整条步道都是平稳的柏油路，没有阶梯，非常好走，而且沿路上有好多市集，好多摊位可以逛，更能提升长辈想要来爬山的意愿。爬完山，我还要带你们去吃好吃的凤梨酥。我这趟旅行将车停放在第一停车场300坎路口停车场。虽然这里就可以看到藤山步道的招牌，但其实距离藤山步道还有700公尺。如果不想走那么远，可以导航藤山园停车场，继续往前开，看到藤山市集的大招牌，里面就是藤山园停车场。不过这里的车位就比较少了，在步道路口附近有很多停车格，找停车位不是太大的问题。藤山步道附近有很多公园可以顺游，像我现在站的地方，旁边就是园林运动公园，还有知名的百果山溜滑梯也在这附近。那现在我就从藤山步道最远的路口开始出发了。一开始有个拍照的小框框，在这里拍照留念吧。虽然这趟是我独自旅行，但我相信这个景点很适合一群人来踏青，一边爬山还可以一边买东西来吃，真的十分有趣。沿途上都是走在木栈道上，木栈道做得很平整，非常安全。这里还有一间山村森林马场，有骑乘体验，骑马乐一圈300元。还记得读幼稚园的时候，可以在夜市里看到3只活生生的马儿围成一个圈圈，让小朋友坐在上面转圈圈。看到了藤山市集的大招牌，我们终于来到了登山口。现在是星期一的早上10点，停车场已经停满了车，在路口这里已经可以感受到菜市场热闹的气氛。这一摊有卖一种很特别的水果——黄金梅，你看是不是很好逛呢？还没开始爬山就开始买水果来吃了。在登山口这里有洗手间，记得先上个厕所再出发哦。后面要接近山顶才有厕所哦。因为是平日的关系，今天的摊位没有很多，可以看到在步道旁边还有很多摊位都在休息中。但这只是刚开始而已，越接近山顶，后面的摊位就越多。沿途都是平坦的柏油路，而且坡度不会很陡。这么好走的步道，难怪平日也这么多人来爬山。步道旁的树木上面都有挂上牌子，有的是介绍树木的种类，有的是介绍台语谚语，让我们在爬山的同时还可以学到不同的知识呢。虽然坡度不会很陡，但持续的上坡，走起来还是稍微有点喘。走累的话，旁边还有石椅可以休息，不用太勉强。总算来到了平地，这里是圆思亭，可以看到整个彰化市。不过眼前的树林很高大，挡住了一些视线，有点可惜。在这里喘口气后，我们继续往上走。从现在开始，坡度很明显下降了许多，变得更好走了。因为路比较平的关系，可以感受到这里的摊位开始变多了。走到这里才发现，原来这里有人居住啊！这个房子是有门牌的，不是普通的摊位而已。想不到在这人来人往的步道里，竟然还有人隐居在这里，而且数量还不少哦。还有好几家小餐厅，里面有人正在唱着歌。整个山谷回荡着愉快的歌声，算是一个在这里专属的独特景观。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水果——皮梨，咬起来很多汁，看起来像枣子，但口感没有像枣子那么脆，比较接近芭乐偏软的口感。这里的店家都很亲切，可以跟他们借厕所，只要有礼貌的跟他们打声招呼，基本上他们都很乐意借旅客使用厕所。从刚刚到现在，我已经吃了2种很特别的水果，接着继续往上走，还有更多好吃的东西哦。
这里有露天的咖啡厅，坐在这里欣赏着风景，感觉真棒。这是一家小木屋咖啡厅，门口有摆放很多花卉，布置得很漂亮。继续往上走，还有另一家露天咖啡厅。从这里开始，路面比较平，店家也渐渐变多了。这里有一个布条，写着亲子喜爱浴 DIY。我们在这里右转，里面有一个视野很棒的观景台，这里也有唱卡拉 OK 的设备。3、5好友约在深山里高歌一曲，气氛很欢乐。我们继续往上走，还有很多商店可以逛哦。有没有觉得很有趣？明明是来爬山，怎么变成逛街了呢？在三星宫、土地公这里有很多石椅，如果走累了，就在这里休息一下。后面还有很多店家，但几乎都是假日才有营业。可以想象，这里到了假日一定是人山人海。我现在走的这一条路是凤鸣路，沿着凤鸣路走到底，会来到八卦路，在八卦路左转就可以前往微乐山丘。从三星宫、土地公到微乐山丘大约1.5公里。现在来带各位走一遍，顺便看看这沿路上有哪些特色的店家。现在凤鸣路走到底了，要在这里左转喽。微乐山丘的招牌很明显，从这个巷子右转进去就到了。但是汽车不能开进去巷子里面，我们就将车停放在路边。如果到了假日，路边都停满了车，对面还有停车场，一转进去巷子里，就可以看到很多卖水果的摊位。巷子走到底，左转是一般的住家，大部分以三合院为主，右转就进到了微乐山丘。一进来会看到一个很大的三合院，还有一个小餐车。小餐车有卖各种凤梨的饮品，我点了一杯凤梨姜茶，在冷冷的天气里喝着热乎乎的姜茶，感觉很棒，带有凤梨的甜味以及微微的酸味。在小餐车后面有一个红砖屋，可以在里面试吃凤梨酥。等一下会带各位进去看看。沿着楼梯上去是员工休息室，员工休息室的顶楼有卖凤梨冰沙，还有户外的座位区。我们从员工休息室这里走下去，会通往村民市集，但因为今天是平日，市集没有营业。这里的场地很大，还有一个干净的厕所。现在要带各位来红砖屋里面吃凤梨酥喽。即使是平日，微乐山丘依然吸引了很多游客。我刚刚走一圈，以为没什么人，想不到一进入红砖屋，里面满满的人。因为人实在太多了，我就不好意思拿起摄影机到处拍了，就简单的用几张照片介绍一下环境。店内是用暖色系的灯光，整体环境感受很温馨。工作人员也很热情的带位，并且递上试吃的凤梨酥以及一杯热茶。凤梨酥试吃给的很大方，直接给1整块。这里让我感受最棒的是，他们不会强迫推销，就让我静静的在餐桌吃，不会跑来跟我介绍他们的产品。如果喜欢他们的凤梨酥，就来商品展示区这里慢慢逛，甚至在逛的同时，也不会有人来打扰你。我觉得这感觉很棒。今天带各位走的藤山步道，轻松好走，又可以逛街，爬完山还可以去吃凤梨酥，多么完美的行程啊！下个礼拜我们再一起出来玩吧。调皮老爸，祝你有个开心的一天。